这是一个有名的泡菜厂，可由于老鼠太多，就此诞生了一个新的岗位——灭鼠工。老王成为第一个上岗的工人，打死一只老鼠奖励5分钱，所以他特别卖力，每天都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，打死100只老鼠。可上岗的第2天，他就因为打死了一只母老鼠，被老鼠头领率领几千只老鼠围攻他，他无路可退，一不小心摔进了泡菜缸，晕了过去。正巧工厂因为卫生太差被查封了，人们盖住泡菜缸，根本没有发现缸里还有个老王。于是乎，老王就这样被当成泡菜给泡了。历史的车轮前进得很快呀，转眼就过去了100年。曾经破旧的街区，如今已变成了国际大都市。但那个泡菜厂因为产权纠纷被保留了下来。这天，2个小孩翻进来玩，不小心打开了泡菜缸，一股酸爽扑鼻而来，这味道太上头了，老坛酸菜都比不了。突然，被腌制了整整100年的老王竟然苏醒了，全世界的人都震惊了，都在讨论为什么他被泡了100年还没死。科学家只好解释说：“你们都知道泡菜的原理吧？反正就是泡菜的原理。”记者直呼有道理啊，果然是科学家。虽然没有死，但老王怎么也高兴不起来，因为科学家说他老婆已经死了80年了，这给他气的直接就是一拳。不过还是有一个好消息，他们找到了老王的一个后人，他的曾孙小王。小王得知曾爷爷还活着，那是又激动又害怕呀。就前几天他还骂他祖宗来着，结果祖宗还真找上门了。老王见到小王的那一刻，才发现这个曾孙跟他长得一模一样，而且年龄也差不多。老王上去就喊了一声孙子，小王做梦都想不到啊，会被一个同龄人叫孙子，他还不敢还嘴，因为他真的就是孙子啊。接着小王带曾爷爷回家，可一出来老王就懵逼了，因为这些高楼大厦和现代科技他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，还差点跟出租车干一架。回到了家，他东搞搞西看看，房间里的现代设备让他大开眼界。小王给他讲解了这100年的变化，慢慢的老王对这个社会变得很向往，他俩喝着汽水唱着歌，相处得十分融洽。这时小王拿出家族相册给曾爷爷看，老王看着妻儿的照片，仿佛回到了昨天。